聽我講，出門遇到好件事，必定有災禍噶啦。唔係啩？咁大鑊，邊5件事啊？我話你知啦，第一件好九啦路，老一輩嘅人眼皮挑，佢就會話左眼科右眼禍，又或者講左眼跳災右眼跳福，咁你又信唔信呢？當然呢一個係迷信嘅講法，眼皮跳只不過係因為你瞓唔好，用眼過度而導致吓。但係喺老一輩眼中，佢認為所有事情嘅發生都係整定嘅，甚至古人以前出個門啊，辦件事都會摘翻個黃道吉日。古人認為只要事先發現呢啲事情嘅預兆嘅話，就可以化險為夷、趨吉避凶咁話。咁所以古人就總結出一句說話：出門遇5事，必定有災禍。咁一齊嚟睇下，你有冇遇過咯？第一件事就係出門遇到狗攔路啦。咁正所謂好狗唔攔路啊嘛。如果出門嘅時候遇到有隻狗攔路嘅話，可能就會有啲唔好嘅事發生，可能會瀨嘢啦。因為狗嘅聽覺、嗅覺係好靈敏嘅，佢哋可以提前感知一啲危險嘅事情發生，咁通過佢哋嘅感官去察覺人類可能察覺唔到嘅異樣，然後通過起晒喺度吼，表現出不安同埋恐懼，提醒主人提前做好防護。例如話預知地震啊、洪水啊，聞到主人身體上氣味或者係情緒嘅變化，察覺到周圍嘅人唔尋常嘅行為等等嘅做法。所以民間有句俗語：狗擋黃泉路，換一天再走。你都咪話唔信喎，喺古時候就發生過類似嘅事啦。話說三國時期，吳國皇帝孫權病重嘅時候，就將自己嘅仔孫亮託付俾權臣諸葛恪。諸葛恪就係諸葛亮嘅侄仔。咁孫亮繼位之後，仲將佢封為太傅，做埋皇帝嘅老師。咁自此之後，諸葛恪權傾朝野，掌握朝政大權。但係因為太過囂張啦，專行獨斷，得罪咗唔少人。邊個唔滿意佢嘅統治，佢就將人哋殺咗。咁另一位權臣孫晉擔心佢繼續咁落去，就會威脅到吳國嘅江山，於是乎就同皇帝孫亮夾計殺咗佢。但係根據相關記載，喺諸葛恪被殺之前就發生咗好多怪事。前一晚佢就已經覺得周身唔聚財，仲成晚瞓唔着，又聞到自己身上有好大陣嘅腥臭味。咁到咗第2日，佢準備出門啦，點知俾自己養嗰隻黑狗起晒喺度咬佢件衫褲，唔俾佢出門。咁後嚟佢無可奈何，即係命人將隻黑狗拉走咗，之後就出門啦。點知去到吳國攻城門口就俾人殺咗啦。咁當然呢一個係古仔吓，真假好難辨，亦都有可能係因為佢殺咗太多無辜嘅人啦，所以隻狗先至會咬住佢唔放啫。咁第2件呢，出門賴狗屎咧，摸我屎咯。我哋經常會將一個人死好彩，又或者係執死雞，就會叫做行狗屎運，係咪？但喺現實生活中，如果你一出門就踩到狗屎，又或者係俾篤雀屎揼中嘅，估計就未必覺得係好事咯。首先就會心情唔好啦，咁心情唔好就自然會吸引啲唔好嘅事翻嚟噶啦嘛，係咪？咁所以老一輩認為啦，出門踩到狗屎，又或者係俾篤雀屎揼中，方好事。但係其實都係因為一個心情嘅問題啫。所以大家每日出門嘅時候，不妨聽翻首靚歌，又或者係睇下啲花草樹木啊，咁樣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先至出門。咁第3件呢，出門來到烏鴉叫噶啦。正所謂喜鵲報喜，烏鴉報喪。咁老百姓一般都係中意喜鵲，唔中意烏鴉嘅，因為烏鴉嘅樣生得黑掹掹，唔係咁多人中意。咁烏鴉喺老百姓心目中就係代表災難嘅鳥。咁再加上烏鴉係乜都食嘅，係雜食動物，最中意食嘅就係腐肉啦，所以好慣出現喺啲墳墓隔離。以前古人都係土葬噶嘛，咁一旦有新墳出現，烏鴉就聞到嗰陣腐肉嘅味啦，就會起晒喺度叫啲同伴過嚟分喫咯。咁因為佢有咁樣嘅習性，所以老一輩嘅人就將烏鴉同死聯繫起身咯，認為烏鴉就係不祥之鳥。咁所以古人認為，如果一出門就聽到烏鴉喺度起晒叫嘅話，肯定係不祥之兆，有啲唔好嘅事發生，乾脆就翻歸，第2日再出門啦。咁當然呢個係迷信嘅講法。根據動物學家研究，烏鴉喺度起晒叫，只不過係因為聞到腐肉味，叫啲同伴過嚟食，又或者喺度尋找食物嘅啫。
其實烏鴉係一種好聰明又好孝順嘅動物嚟嘅，因為佢識得反哺嚟報答自己嘅父母。喺古時候，烏鴉仲象徵住吉祥嘅意思，但後嚟因為佢習性，咁老百姓出於對恐懼嘅原因，所以以訛傳訛，就將烏鴉當成係不祥之鳥啦。咁其實真係冤枉咗烏鴉㗎吓。咁第四件又係咩事啊？出門嚟到眼當啲魚掗晒上面啦。出門嘅時候，如果遇到池塘入邊嘅魚好似炸水咁不停喺度跳，可能好少會遇到呢一種現象，係咪？但係呢一種現象一般發生喺地震之前，又或者係其他自然災害之前就會有噶啦。因為池塘入邊嘅魚係有提前感知危險嘅能力，一旦感受到危險，就會搏晒老命咁跳上岸。若然真係遇到呢一種情況嘅話，你就要揾個寬闊嘅地方，冇建築物嘅地方去避險咯。咁第五件事呢？去養狗攔路噶啦，肯定有挑飛啦。城市好少見到牛，但係喺農村就好常見。如果你揸車去到農村，見到有隻老牛擋路嘅話，你就要注意啦。首先就唔好搏晒命撳喇叭嚇佢先，萬一激嬲佢，佢過嚟攻擊你嘅話，咁樣就唔係咁好啦。正確嘅做法應該係等佢行過咗之後，你先至過。咁若然佢點都唔肯行開嘅話，你又真係要注意咯。第二日再出門或者係搵路行啦。因為牛都係好聰明有靈性嘅動物，平時都係行喺路嘅兩邊嘅啫嘛。如果忽然之間行喺路中間去擋路嘅話，可能喺佢後邊就發生一啲危險嘅事啦，例如話山泥傾瀉之類嘅自然災害。曾經發生喺四川就有件咁嘅事啦，有個後生仔開夜車入到農村，點知俾隻老牛擋道，仲發出叫聲添。咁佢強硬咁開過去啦，點不知忽然之間有嚿大石從山上碌落嚟，離佢唔到10米咋。可以話隻牛真係救咗佢一命，所以呢啲都唔係咩神奇嘅事，亦都唔係迷信嘅事，只不過係動物比人類可以提前感知一啲危險嘅事發生嘅啫。如果我哋察覺到動物嘅異常嘅話，就可以避免呢啲危險嘅事發生啦。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出門遇5事必定有災禍啦。呢一個敏感性同人類嘅連接，我哋應該要好好珍惜同埋尊重至啱嘅。咁今期嘅問題係，你出門有冇遇過正話講嘅5件事，又或者係其他咩特別嘅事，遇到之後就會瀨嘢嘅呢？評論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學到面嘅同學講嘅倒字區瑞強，校長，我叫歐瑞強，唔係叫區瑞強喎。我個知咯，睇你有冇啲眼運啫。下一個譚歡喜，校長，我叫陳歡喜，唔係讀譚歡喜喎。我個知咯，我睇你有冇揾周公啫。下一個單飛，我姓單，單飛唔係單飛喎。我個知咯，睇你有冇認真聽書啫。下一個余思曼，校長，我姓佘，係佘詩曼，唔係余思曼啊。你幾個放學要洗乾淨廁所早走。陳李張黃何史料林白菜周吳鄭王趙錢孫李，呢啲姓氏眯埋眼都識讀，肯定就唔會讀錯。但係如果遇到有啲姓氏係多音字嘅話，就會喺度諗啦，點讀先至啱呢？讀啱嘅話猶自可，但係如果讀錯就會笑甩人哋棚牙。今期就同大家講一啲容易讀錯嘅姓氏，睇下有冇你份啦。譬如話呢一個姓氏，阿婆你點讀嘅咧？讀音嘅咧，你姓任啊？係啦，普通話可以讀人，亦都可以讀忍；粵語可以讀任，亦都可以讀任。姓任又得，姓任都得。咁當呢個字普通話讀人嘅時候，係表示相信、使用、負擔、由着嘅意思，例如話任何、任由、放任、擔任。呢個時候都係讀任。咁當普通話讀忍嘅時候，係表示中國古代女子嘅着為名，或者係用作姓氏，譬如話任性、任賢齊。但係我哋一般讀任賢齊第4聲嘅。咁粵語讀任又得，讀任又得。譬如話呢位阿生，有人讀任達華，亦都有人讀任達華。咁任姓嘅起源第一支係出自黃帝，相傳黃帝有25個仔，賜封14個仔，12個姓氏，咁當中就有任姓啦。第二支係出自封姓，係屬於以國為氏。任姓喺全國多達500幾萬人，都唔少嘅，喺中國係排名第59位嘅姓氏。咁主要分布喺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廣東嘅廣州、江門、鶴山、
潮汕等地區都有任姓嘅分佈。嗱，廣東嘅任姓大概有84000幾人，係排名第120位嘅姓氏。咁唔知你朋友當中有冇人姓任嘅呢？講到姓任，你又會諗起邊位名人明星呢？留言啦，阿婆，咁呢一個姓氏你點讀呢？我可唔可以有人姓解噶？嗱，其實當讀解嘅時候係表示分開、剖開、除去、明白嘅意思，例如話解剖、解答、解釋。咁如果係用作姓氏嘅時候，嗱，呢個字普通話讀謝，粵語讀械，係姓械，冇讀成姓解喎。咁其實呢個解字仲可以用作地名，但係都係讀械，同機械嘅械字係同音。嗱，譬如話山西有個地方叫做械州、械梁、械縣。嗱，械姓嘅起源最早係出自姬姓，咁傳說中械姓係周武王嘅後裔所創立，已經有4000幾年歷史啦。嗱，呢一個就係械姓嘅起源啦。嗱，械姓喺全國都有分佈，咁主要分佈喺山東、河北、安徽、陝西、福建、廣東都有少部分嘅分佈。咁唔知你喺廣東有冇遇過姓械嘅老友呢？有嘅話，幫佢留個言，話俾我知佢係嚟自邊度噶啦。咁呢一個姓氏你又點讀呢？讀車嘅咧，姓車啊。冇錯啦，係讀車，冇讀成居喎。嗱，當讀車嘅時候，表示交通工具或者零件，姓氏都係讀車。咁讀居嘅時候係表示象棋之一，例如話你想食咗我隻居咩？嗱，記得啦，用作姓氏嘅時候係讀車，唔係讀居。譬如話香港有位女明星叫做車婉婉，唔好將人哋讀成居婉婉喎。嗱，車姓喺全國大概有54萬人，係排名第197位嘅姓氏。咁主要分佈喺山東、湖南、浙江、廣東等地區。嗱，其中喺廣東嘅廣州、深圳、惠州、東莞等地都有車姓嘅分佈。嗱，據我所知，惠州有條車村3000幾人都係姓車嘅，可以話係廣東車姓最大嘅集中地。咁至於車姓嘅起源好複雜，有源自官名，亦都有源自車丞相。咁子孫後裔都以車作為姓氏。亦都有源自異國為姓或者係少數民族嘅改姓。嗱，呢一個就係車姓嘅起源啦。咁講到車姓，你又會諗起邊位名人明星呢？留言啦。咁呢一個姓氏你又點讀呢？嗰姓有人讀壽，有人讀求。冇錯啦。嗱，當讀壽嘅時候係表示仇恨、深切嘅怨恨嘅意思。咁當讀求嘅時候，嗱，多數係用作姓氏嘅。不過求姓亦都有人講仇姓，又譬如喺甘肅方言裏面有將呢個姓氏讀成似仙，四川方言有人將呢個姓氏讀成巧仙，咁所以都係呢一句說話名從主人啦吓。嗱，至於仇姓係出自九姓，原出殷末三公之一嘅九侯。嗱，話說喺商朝嘅時候，周王殺九侯，咁族人為咗避難去各地，所以就喺國名九隔籬加嘅企人邊就有咗仇姓啦。世代相傳咗落嚟。咁另外亦都有人話裘姓係出自宋國大夫裘木為德姓始祖。嗱，呢一個就係裘姓或者係仇姓嘅起源啦。咁裘姓喺全國大概有45萬人，主要分佈喺江蘇、浙江、山東、湖南、四川。而喺廣東嘅佛山、南海、博白、新會都有姓裘嘅喎，唔知你有見過未呢？有嘅話，話俾我知佢係嚟自邊度嘅咯？佢係讀仇定係讀裘呢？咁呢一個姓氏嗱喺廣東好常見嘅，你又點讀呢？嗰姓讀苗又得，讀茂又得。冇錯啦，咁你係讀妙姓定係讀茂姓呢？嗱，絞絲旁呢個字可以讀謬，通謬係有錯誤嘅意思，例如話批謬、謬言、謬慮，咁亦都可以讀謀、籌謀。嗱，當用作姓氏嘅時候，可以讀苗嘅，例如話香港嗰邊就慣讀苗嘅音啦。譬如話香港女明星苗軒人，咁仲有我哋嘅牟燕飛，嗱佢就係讀牟啦。嗱，所以讀苗姓又得，牟姓都得。嗱，苗姓係出自嬴姓14嘅姓氏當中嘅其中一個，係秦穆公之後已經有2600幾年歷史噶啦。咁喺全國苗姓大概有57萬人，嗱都唔少噶。主要分佈喺江蘇、浙江、上海、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區都有分佈。嗱，據我所知喺廣東嘅陽江、汕頭都有姓苗嘅人，唔知你有冇遇過呢？有嘅話，幫佢留個言，話俾我知佢係嚟自邊度噶啦。咁好啦，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呢一個姓氏，你又點讀呢？有人讀撲，有人讀嫖。嗱，你知道答案嘅話，底下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係大面妹。喺20世紀8、90年代，香港嘅經濟同文化發達，令到粵語喺大陸非常之流行。唔知你發唔發覺，曾幾何時識得講粵語係一種自豪嘅標籤。想當年，如果你識得講一口流利嘅粵語，喺兩廣地區都係一件好威水嘅事嚟㗎，亦都係剛性需求啊！美女，你也來旅遊啊？你是哪裡人啊？哦，我係廣東嚟㗎。我想啊，講白話的，我經常看港劇，你們的白話好好聽哦。然後進入21世紀之後，大家對粵語嘅興趣都開始逐漸降低。就連大本營嘅廣州都越嚟越少講粵語。有啲人話呢一種現象叫做逐漸衰落，甚至會消失。咁點解會有呢一種情況呢？朱玉榮係客家人，傻強係茂名人，菠菜蓮係鎮江人，仲有嗰隻唔知咩曾，係都唔知佢邊鬼度人。我哋平時一齊交流嘅話，都係用普通話。冇錯，最主要嘅原因，隨住經濟同交通嘅發展，兩個唔同區域嘅人來往得越嚟越密切。如果用同一種語言去交流嘅話，就會更加方便同暢順，而導致佢本身識講嗰種方言就用唔上啦。第二個更加明顯可以睇得出，除咗粵語之外，其他方言都喺度衰落緊嘅原因。70、80歲嘅人淨係識得講方言，40、50歲嘅人識得講方言，亦都識得講普通話。20、30歲嘅人識得講方言，但係平時交流就多數用普通話。細佬哥小朋友就更加之唔使講，學校老師唔會教，父母又冇傳承，所以淨係識得講普通話。所以總之一句說話，如果你想保護好本土嘅文化或者粵語嘅話，記得從 BB 揸起。同唔同意啊？同意強烈點個讚啦！好啦，言歸正傳，咁今期要同大家講第一個詞就係北方人所講嘅傻乎乎，用粵語又應該點樣講呢？早期已經教過大家講戇，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咁今期要教大家講嘅就係比較文雅啲，你可以話戇居，戇居。正確嘅寫法應該係咁樣寫㗎。呢個戇字喺字典裏面釋義愚笨，而居字喺字典裏面釋義聚合嘅意思。喺粵語當中嘅戇居或者戇居居就係指愚笨無知嘅意思。咁平時生活上我哋可以咁樣講，你睇下呢班花靚傾，日日喺屋企無所事事，休爛腳趾，即係戇居居啊！第二種講法，懵盛盛。好多時候啲人會寫成剩低嘅剩，唔知係咪覺得佢懵得嚟又冇咩得剩呢？其實並唔係啊，正確嘅寫法應該係呢一個懵盛盛。呢個盛字喺康熙字典有記載，心靜也嘅意思，而懵盛係指神不爽。咁成句話就好好理解，係指啲人唔精靈，毫不知情，全然不知或者蒙在鼓裏嘅意思。咁平時生活上我哋可以咁樣講咩話？投資20皮，每個月袋2000，你真懵盛盛啊！咁都信？順帶一提，懵盛盛同戇居居係兩種唔同嘅蠢法。懵盛盛結合翻佢嘅解釋，唔係天生愚蠢，只不過係一時精神欠佳，或者觸覺不夠敏銳，或者對方經過精心嘅佈局，而導致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呢一種情況，你先至可以話佢懵盛盛啊。第三個，依家廣東人都經常講嘅無啦啦多達啦，咁呢句話嘅意思可能大家都知道，係指無端白事惹上一啲不必要嘅麻煩事，令自己陷入不愉快的境況，就可以講上呢句無啦啦多達啦。但係呢個無啦啦又點寫呢？正確嘅寫法應該係咁樣寫嘅。呢個啦字係指互相牽連嘅意思。咁平時我哋經常講嘅我拉你去睇金魚，或者我拉你去做某一件事，都係用呢一個啦。無啦啦嘅意思係指完全沒有關係的牽連，其實就係等於北方人所講嘅平白無故或者無端端啊。咁平時生活上我哋可以咁樣講，一次食3斤荔枝，搞到依家興合合，肚又唔舒服喎，即係無啦啦多達啦。好啦，快樂嘅時光好快到，又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其實無論粵語又好，其他地方嘅方言都好，呢啲都係本土嘅文化，係好值得我哋去維護同埋傳承，係我哋嘅根。千祈就唔好忘卻啦。咁到最後想考下大家，鐵拐李踢足球，知唔知道下一句係咩呢？知嘅話底下留言分享下咯。好啦，今期大面妹嘅視頻暫時就分享到呢度，記得強烈點讚、關注、轉發、加評論。我哋下期再見，拜拜。聽我講，你行災運嘅事，去4個地方行下，啲好運就來噶啦。真唔真啊？邊4個地方啊？我話你知啦，第一個寺廟，去求神拜佛啊？唔係，後你去攞靜下。人生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噶啦，人唔可能一直都一帆風順，總有經歷挫折、失敗嘅時候，亦都有撞板嘅時候。呢個時候，與其好似盲頭烏蠅咁橫衝直撞、怨天怨地，倒不如去4個地方行翻轉，話唔定好運就會嚟嘅咯。咁第一個地方就係寺廟啦。唔係話要大家去燒香拜佛，亦都唔係話叫大家一定要有啲咩宗教信仰吓，而係要大家去到嘅時候放低雜念，等個心可以靜低落嚟，聽聽嗰啲可以令人靜心嘅梵音，同嗰個遠離紅塵嘅僧人傾傾偈，開悟下自己嘅怨心。
人有時候就係咁噶啦，一遇到有啲咩唔順超嘅嘢，就覺得自己係世間上最黑仔嗰個，然後怨天怨地怨上天嘅不公，不停咁抱怨，慢慢越怨就越衰噶。而我哋需要覺悟嘅唔係話行衰運，而係行咗入去我哋自己創造出嚟嗰個牛角尖，及時行出嚟，再積極咁生活落去，好運氣就自然會嚟噶啦。嗱，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話說有一個好優秀嘅後生仔，好希望日後可以幹一番事業嘅，但係佢勤勤懇懇做咗幾年嘢，無論幾努力都好，都冇咩起色喎。於是乎佢聽人講去寺廟揾高僧指點下。嗱，高僧聽完佢嘅經歷之後，咩都冇講，帶佢去寺廟後面嘅一條小溪，小溪隔離有好多好靚嘅石仔啊。咁高僧就同佢講啦：你執起一啲自己中意嘅石仔啦。咁佢就執下執，一執就執咗一大袋喎，多到拎都拎唔起身。高僧呢個時候就同佢講啦：你應該要學識放低啦，你攞咁多又點可以繼續前行呢？咁呢個後生仔好似明白到自己嘅問題出喺邊，後嚟佢翻去解開咗心入邊嘅束縛之後，專心做嘢，事業有成。所以去寺廟可以幫到你嘅，唔係嗰尊佛像，亦都唔係嗰炷香，亦都唔係貴人相助，而係你嘅心放寬咗，活得通透，睇開啲，睇淡啲，心唔會攰，可以輕鬆前行，福氣就自然會嚟噶啦。咁第二個又咩地方啊？醫院啦，嗱，好多人對於醫院呢個地方都係零舍罩忌，冇咩事都唔會去，去咗都要封翻個利是仔，係咪啊？嗱，其實醫院係世間上最可以見證人間疾苦嘅地方。去到醫院，你會發覺喺死亡面前，其他所有嘢根本就唔係問題。當你喺度抱怨自己有幾咁黑仔嘅時候，你試下去醫院見到嗰啲重症病人俾病痛嘅折磨，佢哋係對生存有幾咁渴望，對呢個病痛有幾咁恐懼同埋無助。當你抱怨冇人幫嘅時候，你試睇下嗰啲為咗籌醫藥費頻頻撲撲嘅病人家屬，呢啲叫做人間有愛。當你抱怨自己幾廿歲人都力不從心嘅時候，你再睇下瞓喺病床嘅細佬哥，我哋除咗同情之外，其實應該感悟自己係好幸福、好幸運嘅。呢個時候，你有冇發覺自己所謂嘅抱怨係人哋奢望嘅安寧？其實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每日擘大眼都係新嘅一日，呢一個亦都係一種幸福，亦都係我哋自己嘅福報。或者我哋試下學識釋懷，將嗰啲所謂黑仔嘅事抌埋一邊，然後重新再開始奮鬥，努力生活。咁第三個有咩地方呢？去海邊啦咧。嗱，海邊係一個好治癒嘅地方。當你心情唔好、迷茫、煩躁嘅時候，你可以去海邊吹吹風，睇住一望無際嘅藍天白雲，睇住水天一色。有冇發覺自己其實係好渺小嘅呢？海洋真係好似有一種神奇嘅力量，可以包容一切，令到我哋心情都變得豁達。去海邊吹吹風，感受下大海嗰邊寧靜同埋平和，心情都變得安靜平和。其實生活上嘅美好都係源自於內心嘅安靜。嗱，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話說有個中年阿叔，生活遇到瓶頸期，做樣樣嘢都好似唔順利咁，情緒又越嚟越差，又經常亂諗嘢喎。咁於是乎佢就去睇醫生，醫生就開咗4包藥俾佢，仲同佢講：你聽日一個人去海邊行下，從早上9點開始，每隔4個鐘頭就食1包，你嘅病就自然會好噶啦。呢個中年阿叔就照做啦。咁去到之後，佢打開第1包藥，上面淨係寫住聆聽2個字，你聽聽海浪聲同埋風聲，發覺心情平靜咗落嚟咯。咁到中午嘅時候，佢又打開第2包，上面寫住回憶2個字，咁佢又坐低落嚟，回憶起嗰啲陳年往事，回憶起往日嘅美好時光，發覺心情好翻啲咯。咁第3包就寫咗反省2個字，佢就開始反省下自己嘅不足，呢個時候有所感悟啦。最後1包就寫住煩惱2個字，呢個阿叔又將所有嘅煩惱都埋喺沙灘入邊，呼一聲海浪沖走晒。呢個時候佢就明白到，哦，原來煩惱係會過去嘅。咁第4個係咩地方呢？就係你返屋企啊，阿芝。有人話屋企係充電嘅地方，因為呢個家可以包容你所有嘅任性同埋脾氣，可以接受你缺點嘅地方。就算你喺出邊撈得幾唔掂都好，過得再困難都好，呢個家永遠都係你嘅避風港，令我哋可以放低所有嘅面具，最真實嘅地方。當你行緊衰運嘅時候，不妨翻屋企睇下年邁嘅父母，同佢哋傾傾偈。父母永遠唔會在乎你揾幾多，只要關心你食得飽唔飽啊，着得暖唔暖啊。而且孝順父母係有福報嘅。
心情唔好嘅時候，永遠記得屋企仲有人等緊你，支持你。所以話想擺脫衰運，唔係話一定要你去邊個地方，而係要調整自己嘅心態。只有個心冷靜落嚟，先至知道未來條路點行噶嘛，係咪？如果未竭盡全力嘅話，就唔好抱怨上天嘅不公啦。咁到最後送4個字俾大家，就係知足常樂，好運自然會嚟。咁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你如果遇到唔順利嘅事、黑仔嘅時候，你又會去邊個地方嘅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聽我講，吃十穿八，嫖空賭半，呢句俗語聽落係咪覺得好怪呢？但係呢句說話係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對生活方式嘅睇法，甚至可以憑呢句說話嚟判斷一個人有冇出息嘅。敢唔敢繼續睇落去咁呢？咁先講下吃十穿八咯，一聽就知道同食飯着衫有關啦，係咪？嗱，吃十喺農村亦都叫做吃字得。意思就話將一啲食物食落咗肚，先至係真正屬於自己嘅。正如有啲人話，錢袋落袋先至係自己噶嘛。食係每個人都需要噶啦，係咪？正所謂身體係革命嘅本錢，民以食為天啊嘛。喺舊陣時最重要嘅都係食飽，因為食飽先係有力氣去做嘢，食飽先至可以去揾錢，食飽先至有希望啊嘛。所以老一輩人認為揾到錢要食落肚先至係最實際，食落肚嘅嘢人哋係攞唔走噶嘛，係真正屬於自己。包括平時如果我哋買咗啲唔等使嘅嘢，咁老一輩人就會話啦，唉，不如將呢啲錢買嘢食，食落肚好過，係咪啊？食落肚嘅嘢先至係最實際嘅。咁所以民間就有咗吃十嘅講法啦。呢個十指嘅係全部所有食晒咁解。咁按照現代人嘅觀點，你可以理解為呢個吃十係指一個家庭開銷嘅比例，即係話喺食嗰方面嘅使費係你收入最大嗰部分。譬如話呢個人工資得3000蚊，但係佢每個月都要食2800，咁呢一個就係吃十啦。咁唔知屏幕前嘅你，平時喺食嗰方面佔你收入幾多嘅呢？留言話我知。咁除咗食方面，仲有着。其實無論古代定係現代都好，對於着裝呢樣嘢都係好睇重嘅。因為一個人嘅着裝可以決定你喺人哋心目中嘅第一印象。正所謂人靠衣裝，馬靠鞍啊，係咪？咁呢度嘅穿八指嘅就係一個人嘅衣着打扮啦。咁八指嘅就係總支出嘅比重，意思即係話一個屋企嘅總收入大部分都係使喺買衫啊、打扮自己方面，佔咗80%咁滯。咁吃十穿八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一個人將所有嘅錢都使喺食同埋着嗰方面，好明顯溫飽對於佢嚟講就係最重要嘅。尤其喺古代戰亂頻繁嘅時候，老百姓好多都係食唔飽着唔暖，連住嘅地方都冇，處於一個流離失所嘅狀態。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仲食得飽着得暖，對於食着嗰方面嘅使費仲係咁大嘅，講明一樣嘢，佢唔單止生活特別安穩，屋企條件亦都特別好，因為冇家庭負擔啊嘛。咁呢一點就係第一種情況啦。第二種吃十穿八嘅情況，如果將所有嘅錢都使喺食同着嗰方面，又或者已經用咗80%噶啦，咁講明呢一個係揾辛苦錢嘅人，生活都已經係掹掹緊噶啦，已經冇多餘嘅錢再去做其他嘢。仲有一種吃十穿八嘅情況，就係佢有可能係一個虛榮嘅人，無論有錢定係冇錢好，都要食得好、住得好、着得好、用得好，寧願喺人哋面前身光頸靚，滿足自己嘅口腹之欲，都唔寧願儲錢，更加就唔願意將啲錢去提升自己、增值自己。咁呢一種係屬於安於現狀、冇乜大志嘅人啦。咁至於嫖空賭半，嫖喺古代就係好常見嘅事嚟嘅。喺嗰個時候，男人一有錢就身痕噶啦，可能為咗追求啲新鮮感，又或者係尋求刺激啦吓。咁雖然話喺嗰個時候係正常，不過古人亦都認為嫖對身體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古人有句說話就係講到啦，嫖對於男人嘅危害，男子嫖妓，時而猥褻，陽氣失於密閉，則足以傷合於陰，甚者則易陽衰染疾，腎虧失精。呢一個就係古人對於男人嘅忠告啦。過度縱慾就會消耗人體內嘅陽氣，虧空啊。咁再講啊，嫖係要使好多錢啊。對於原本就唔係咁富裕嘅家庭嚟講，係一件雪上加霜嘅事。咁生活本嚟就艱難噶啦，仲要背住自己妻子去做一啲咁冇良心嘅嘢，一世都可能會受到良心嘅譴責，
甚至有啲人仲可能會因為嫖影響到兩夫妻嘅感情，最後搞到妻離子散，一無所有啊！你睇翻從古至今都有唔少關於呢啲衰鹹濕嘅例子，都係因為放縱自己過度縱慾，搞到自己身體受損，家庭破裂。咁所以古人就有咗嫖空嘅講法。咁呢個空指嘅係吐空，一無所有，乜都冇晒。咁至於賭伴又點解呢？賭肯定係惡習嚟嘅，有人理解為輸一半贏一半嘅遊戲，咪為之賭伴咯。亦都有人話可以賭到人冇咗一半身家嘅，就叫做賭伴啦。但係實際上一染上咗賭癮，只有10賭9輸，一踩落去就係無底洞，無得翻身。唔單止話輸咗一半身家，仲有可能會輸到傾家蕩產，搞到揸落周身債，妻離子散。所以話賭係一件好敗家嘅事，只要一染上咗，下場都會好凄慘，無一例外啊！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吃十穿百，嫖空賭伴啦。前兩個係物質，古人係想告誡我哋，一個家庭用嚟衣着打扮嘅使費佔2成好啦，千祈唔好話用晒所有嘅收入嚟買衫買名牌，因為剩低嘅錢仲要用嚟養家活兒噶嘛，係咪？咁後兩個嫖賭都係惡習嚟嘅，亦都係人性嘅慾望。一旦淪為慾望嘅奴隸，執迷不悟，成世人就會玩完噶啦。所以我認為，如果有呢啲惡習嘅話，就要盡早搣甩佢，遠離佢啦。咁既然嫖同賭到頭來都係一場空，買衫打扮自己都係表面嘅威風，倒不如用呢啲錢食落肚先係最實際，係咪？好啦，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你嘅使費用得最多嘅又係邊方面呢？留言分享下，我哋評論區見，下一期再見，拜拜。阿婆今日嚟講下筆畫咯，一點一橫一豎，咁呢一個咧，一撇一捺，係真係寶刀未老喎，係點啦？咁犀利，咁加大難度噶咯，風貌個女啦，咁呢一個筆畫你又點讀咧？係咁呢一個筆畫咧，橫撇，咁呢一個筆畫咧，橫結，咁呢一個筆畫咧，橫勾，咁呢一個筆畫咧，咁記得咯。你記得嘅話，幫阿婆答咯。咁呢一個筆畫咧，豎梯，咁呢一個筆畫咧，豎折，咁呢一個筆畫咧，豎彎勾，咁呢一個筆畫咧，斜勾，咁呢一個筆畫咧，橫折勾，咁呢一個筆畫咧，橫折彎勾，咁再難啲，嗱呢一個筆畫你點讀咧？橫折梯，啊，係啦，嗱呢一個筆畫好多人都唔識點讀㗎喎。橫折折撇，咁呢一個筆畫嗱更加難讀啦。橫折折結勾，啊，係啦。咁呢一個字你又識唔識讀咧？印字，咁廠字下面有個人呢個字咧？你咁識咯。嗱，廠字下面有個人呢個字，普通話讀側，粵語讀側。嗱，睇翻側字嘅字形，就好似一個人側身傾斜喺個山崖洞裏面嘅形狀，斜斜地咁樣側過去，唔係咁平整，唔係咁夠位。嗱，所以呢個側字嘅本意有傾斜、狹窄嘅意思，例如話逼側。但係喺古漢語裏面，呢個側字係表示上聲、去聲、入聲嘅總稱，例如話側聲。咁通常係用喺詩詞韻調嘅聲調，又或者一副對聯講究嘅平仄音，即係上聯平聲收尾，下聯側聲收尾。嗱，譬如話上聯春花秋月無聲去，咁你覺得下聯又應該點對呢？咁同個側字生得好似嘅，嗱，仲有呢個字豎折加個人字喺裏面，普通話讀橫，粵語讀忘。古同忘喺說文解字嘅注釋係逃亡嘅意思。嗱，睇翻忘字嘅字形，就好似走走下路、着着下草嘅人嘅意思。但係後嚟同個忘字一樣，都俾定義為死亡、瓜咗老塵嘅意思。嗱，你可以咁理解嘅，一個人着着下草、走走下路就冇咗噶啦嘛，大家都以為佢消失咗，以為佢瓜咗。咁呢一個就係個忘字啦。嗱，簡單咁總結一下，嗱，個側字就好似一個人企喺某個地方側晒身咁挨住，所以本意係指傾斜。嗱，呢一個就係側啦。而個忘字就好似一個人企喺塊地嗰度，但係又冇4埲牆喎，所以係準備着草嘅樣。嗱，呢一個就為之忘啦。記住啦，唔好撈亂喎。咁呢個字你點讀咧？簡單啦，啲有字啊。咁有字裏面少2橫又點讀啊？冇喎。咁個有字好容易理解啦，日日用啊嘛。普通話讀有，粵語讀有。嗱，有字嘅本意係指手中持物同冇相對，即係具有存在嘅。嗱，呢個就係有啦。咁亦都可以讀幼喎，
同又相通。嗱，譬如有啲人介紹自己年齡嘅時候，就會話我30有6，我40有2，我20有8。咁呢個時候嘅有係表示又嘅意思。咁而個有字少咗2橫，嗱呢一個字對於識講粵語嘅朋友仔嚟講冇乜難度啊。嗱呢個字拼音輸入法 MAO 就可以打得出，粵語讀冇。嗱你有2橫，我冇2橫，咪就係冇咯。所以呢個字嘅本意係表示沒有嘅意思，但係呢一個係方言造字，喺任何嘅古籍都冇收錄嘅，只係某個時代做出嚟嘅字。嗱，最早見呢個冇字係出現喺明朝嘅明世宗王佐修訂嘅廣東通志裏面就有見到啦。但係除此之外就冇其他書可以查到呢個冇字。咁其實冇字嘅正寫就係個無字。嗱，普通話讀烏，粵語講冇，河南話講貓摸，江西南昌話講貓，客家話講茅。嗱，呢啲其實都係嚟自冇字嘅發音，只不過係各地方言唔同，一樣係表示沒有嘅意思。嗱，又唔係話要大家寫得啱嘅，只不過知道本字可以約定俗成啊嘛。嗱，講到個冇字，又令我諗起喺廣府地區有好多關於冇字嘅詞彙嘅，例如話煲煎橙又叫做冇咩咧，冇幾可，咁美兩仙又冇咩咧，冇本心，咁孝子啦又冇咩咧，冇得頂，咁水平低嘅又冇咩咧，冇料到，咁有沒有搞錯又冇咩咧，有冇搞錯啊？咁如果曾經有過嘅事唔會再發生啦，又叫做冇咩咧？唉，冇嗰支歌仔唱咯。咁唔關心唔在乎又冇咩咧？你冇心裝載噶，咁不可能又叫做冇咩咧？冇可能噶，咁沒出息又叫做冇咩咧？冇出息。咁沒辦法又叫做冇咩咧？唉，我都冇晒理符咯。咁冇心情咧？唉，冇晒心機嘢啦。咁逃跑又叫做冇咩咧？哇，好嚇到我冇係玩劇走。咁做事有頭無尾又叫做冇咩咧？你都冇首尾噶。阿婆，你喺度做乜啊？啲冇字入邊有一點，我查來查去都查唔到係乜嘢啊？嗱，講到個冇字，又令我諗起有一期有位網友問我，冇字裏面有一點，呢個字又點讀咧？係咩字嚟嘅咧？查咗好耐先查到，原來呢個字普通話讀癲，粵語讀我都唔知，因為冇收錄啊嘛。嗱，其實呢個字亦都係方言造字嚟嘅，係閩南方言裏面係表示硬淨堅硬嘅意思。咁呢個字可以話係生僻到好少輸入法可以打得出，就算打得出都冇關於呢個字過多嘅注釋。咁所以呢個字唔使點學，唔使點記嘅，由佢啦吓。咁今期大家有冇學到新嘢呢？如果有嘅話，記得點翻個讚，點翻個關注啦。咁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我又問你印功係咩字啊？知嘅話留個言啊，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